终于拿到期待已久的 iPhone 15 Pro Max， 而且我们今天要来开的是全新的钛原色，这真的是史上第一次采用了 USB-C 还有5倍长焦镜的 iPhone， 肯定是要来好好开箱一下的啦。我们今天呢会就外观、功能、相机的升级来看一下这一次的 iPhone 15 Pro Max 值不值得入手。首先呢，提到外观手感的部分，新的这个钛原色呢，实际拿到手真的比较好看哎，感觉是偏暖的金属原色，有些白，有些灰，又带点银色的感觉哦。但整体来说，就是一个质感非常好的金属银灰哦，超级好看的。那这个钛合金的边框表面是刷纹的设计哦，在淡色系的 iPhone 部分，例如说白色或是钛原色，它的指纹会稍微不明显。加上这个钛原色，它原本就有点类似灰尘的颜色，可以说真的是还蛮耐脏的。但是如果你今天选的是深色，例如说黑色或蓝色的话，你的指纹可能会更明显。那在边角的部分，这次设计的稍微有圆一点哦，它的整体握持感会更好。那因为这次 Pro 系列它的材质从不锈钢改成钛合金，所以它的重量有减少10%。那现在 Pro Max 它的表定重量是221公克，那实际上手也比上一代感觉更轻哦。不过另外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更圆的边框让它的手感更好，然后更好握持。因为像之前 iPhone 14 Pro 它的直角是真的超硬的，所以15 Pro 系列这样子的设计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再来就要讲到这次 iPhone 15全系列终于都改成了 USB-C 的传输充电孔。那在 Pro 系列的部分，这次传输速度会更快，最高可以支援到 USB 3.0 的规格，比起15数字系列或者是14 Pro 系列快了20倍哦。那重点来了，包装里面附的传输线应该也是 USB 3.0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次附的传输线还是 USB 2.0哦，白话文就是要用最好规格，请另外购买传输线。不过这次传输线呢是有改成这种比较耐操的编织纹，质感感觉有比较好，希望可以用久一点哦。另外这个 USB-C 孔也可以透过充电线帮其他装置充电哦，让你的 iPhone 立刻化身行动电源哦。例如说充 AirPods 啊，或者是你的朋友手机快要没电的时候，也可以借它应急。iPhone 15 Pro 系列这一次也把静音键改成了动作按钮。先说呢，其实我个人也是永久静音派哦，就是我从来都不把铃声打开的，除非有紧急的事情我才会把铃声打开。那这次这个改款呢，可能真的反映到很多人其实都是永久静音派，所以现在他们就是改成一个按钮，你可以自定你想要怎样的功能。那你进到手机的设定里面，就会看到多了一个这个动作按钮的选项，点进去呢，你就可以设定说这个按钮你想要设定成怎样的功能了。除了基本的静音之外，像是有专注模式、相机、手电筒、录音，而且这个录音是按下去之后就会立刻开始录哦。那其实在这所有的功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捷径了。我们在苹果妹的频道教学教最多的就是什么？捷径教学啊。那我们这边呢，再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iPhone 的捷径这个 App， 它其实就是把 iPhone 里面所有的功能切成小碎片，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设计，然后任意组合出你想要的功能，比如说转档啊，或是控制智慧家电，或者是在指定的时间或地点自动传送讯息等等的自动化功能。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写程式的工具。那完成之后，它就会变成捷径 App 里面这样一个一个的捷径，然后你在动作按钮设定里面串联指定的捷径之后，你平常就可以直接按动作按钮执行捷径了。也就是说，捷径让这个动作按钮有了无限的可能欸。例如说简单一点的放音乐啊，或是开始导航到指定地点都是可以的。不过我自己是还蛮希望说他们可以开放这个动作按钮更多的手势，例如说按2下跟按3下有不同的功能之类的，感觉会更实用。另外，萤幕的随选功能，也就是锁定画面之后，它可以一直显示时间，以及 ProMotion 120Hz 也是 Pro 系列的标配。再来讲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它的相机哦，它主镜头跟上一代一样是4800万像素，不过跟上一代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拍出来的照片预设生成是2400万像素的照片哦，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是上一代14 Pro Max 的2倍。感谢今天影片赞助商 Moxbee 极空战甲。极空战甲过去最有名的就是他们长久使用也不易泛黄的透明壳。今年也推出了 iPhone 15 Pro 系列第8代的极空战甲。极空战甲的防撞边框呢，拿起来手感非常的好。那它的边角呢，大家看到它是一个比较圆润的设计，然后呢，它的按键也是非常好按。那这一代的外框呢，也有针对镜头做加高的保护设计。那有这样子的设计呢，平放 iPhone 在桌面上面的时候就不会有跷跷板的现象，这样子就可以保护到镜头。那另外呢，在背板的部分也有多款可以做选择，而且可以依照你的需求自由组合哦。例如说单独的磁吸款和支架款，又或者是磁吸跟支架两者都有的2合1款式。今年呢，更推出了这种有挂环孔设计的背板。那首先呢，在支架款背板的部分，平常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支架拉出来，它可以摆放各种角度。那这个设计很棒的就是支架的阻力哦，因为这个角度它不会随意的跑掉。不管你是要直立使用、当脚架拍照或录影，或者是你要横放看影片、追剧、配饭都非常好用。那这个颜色的部
部分呢有银色跟黑色可以选择。那另外这一款磁吸背板则是可以支援无线充电或者是磁吸配件。那这一次这个磁吸背板它是一个全新的改版哦，因为上一代磁吸板它这个磁铁有被吸出的状况，那这一代磁铁它是坐在背板的背面，避免磁铁被吸出。然后这个磁吸背板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所以就可以搭配你的手机颜色做选择哦。今年还特别推出了3合1背板，磁吸、支架、挂环孔3个愿望一次满足。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磁吸以及支架的功能之外，它上面还多了挂环孔，透过这个挂环带可以更方便的安装挂绳。那很特别的就是它不会影响充电孔，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挂绳它可能都是会用垫片，那可能就会卡到充电线。然后它中间其实是有留一个空间让这个绳子穿过去的，所以不用怕它的背板会凸起。另外呢，边框版本也有内附2种颜色的这种吊环孔，这个就可以装在下面挂绳。那2种颜色分别是黑铜色跟银色。极控站起来也提供1年不变黄保固，保固内只要变黄，不限次数，免费换新，不用回收，而且也不用支付任何运费。那从现在到11月1号以前，凭折扣码 Apple Mate 可以享极控战甲全馆9.2折优惠哦。iPhone 15 Pro 系列可以先把壳买起来，这样手机一来就有保护喽。那现在呢，也可以直接相机的右上角快速切换4800万像素。那大家对这个按钮可能会有一点不熟悉哦，因为它是这次 iOS 17的新功能。首先最左边的 HEIF Max， 它是一个一般人比较好上手拍摄4800万像素的格式，它的档案大小会比右边的 RAW 格式小很多，大约是1/10的档案大小。那一般来说呢，右边的 RAW 档是专业人士会比较常用到的格式。这个 RAW Max 的开关就是拍摄4800万像素的 RAW 档照片。那这种档案格式会留下更多色彩调整的空间，但它的档案会很巨。那这个部分是留给专业玩家的另外一个选择。那这主镜头倍率的部分，现在多了3种常用焦段，按这个1倍就可以快速在24、28、35这几个焦段之间快速切换，拍摄人像或美食都会更实用。那其实，在没有这些焦段之前，我最常用到的是2倍镜了。那这个部分也跟之前14 Pro Max 一样，它是由主镜头去裁切出来的。不过这个部分出来的照片就是1200万像素，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倍率。像是在餐厅要拍美食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2倍镜。那现在多了主镜头，可以直接切换3段焦段，实用度应该会更高。那一些更细部的调整，你当然还是可以用原本这种转盘的方式来调整哦。另外一个小小的新功能就是现在人像模式在一般模式下也会自动触发咯。触发的时候左下角会出现 F， 还有头像的框框可以点击对焦，它可以加强人像的边缘，还有模糊背景。之后也可以调整景深的程度。再来讲到 iPhone 15 Pro Max， 这是独有的5倍长焦镜。当然这个部分会比过去14 Pro Max 它的3倍镜还要来得更加实用哦，拍远处的细节会更加清晰。再讲到录影的部分，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iPhone 它的录影都是有一定的水准的哦，它的防手震表现非常的强大，你要手持追小孩啊，或是宠物外出的时候要拍拍风景都非常实用。那针对专业用户，这次在影片 ProRes 功能推出了 Log 模式。Log 模式可以保留更多影片细节，以便后置使用。但大家会发现，刚拍完灰灰的，这是正常的哦，这是因为 Log 档一定要经过后置来调光调色，才能够还原它真实的样貌。那因为它的档案非常大哦，所以一般人是用不太到的。那再来讲到前置镜头的部分，这一次跟前一代一样，都是1200万像素的镜头。那我自己比对上一代的 iPhone 14 Pro Max， 我觉得它的肤色过度锐化是有改善，光是看那个头发就超级明显。那就整个相机而言，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在户外拍人像或者是录影都非常好看，但是在室内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就是在耀光的部分，这一次虽然发表会上他们说有在镜头上面上一个特殊的涂层，减少耀光，但是实测下来似乎改善有限。那在发热的部分，其实是这一次 iPhone 15 Pro Max 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有实测录影 4K 60 frames 15分钟，它的温度会最高来到40多度哦。那在户外大太阳下录影，时间一久情况也是不太好。那至于在游戏散热的部分，我们到时候会在1个月心得里面测给大家看哦。然后连同电量使用的情况，例如说一整天用下来大概耗多少电呢？到时候再回报给大家哦。那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次 iPhone 15 Pro Max 它在硬体上面有一些新的小巧思哦，例如说5倍镜啊，或者是新的动作按钮，就是多了一些东西可以玩，就蛮新奇的。但是长期使用的部分，我觉得要再观察一下，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新鲜感，就是毕竟是新手机嘛，拿到就很开心，就还要再多花一点时间跟它相处。所以如果大家还想要看哪些测试重点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在今天这部开箱影片的最后呢，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给你周遭想要购买 iPhone 15系列的朋友。另外那些比较顺的话内容我都会放在 Instagram， 欢迎追踪。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